大家好，感谢你点开这个视频。最可怕的国家，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评价时，我以为是在描述某个军事强国或者政治强权。然而，这个评价竟然是指向台湾，这个被许多人视为友善温和的宝岛。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位德国学者汉娜·施密特的非凡发现。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上的一句话震惊了全场：台湾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为什么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会做出这样的评价？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汉娜教授的台湾之旅始于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却演变成了一场彻底改变他世界观的旅程。在这个小岛上，他没有寻找宏伟的建筑或壮观的景色，而是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定义的国家力量。这种力量不靠军事威慑，不靠经济胁迫，却能在危机时刻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凝聚力。当我深入了解汉娜教授的经历后，我不禁反思，在这个崇尚硬实力的时代，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真正构成社会根基的软力量？一个国家的强大到底应该如何衡量？或许通过汉娜教授的眼睛，我们能看到一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共同责任和持续自省的社会模式。现在，让我们跟随这位德国学者的脚步，一起揭开他眼中最可怕的国家的神秘面纱，看看这个小岛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构建起一种令人敬畏的文明力量。下面我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经历。台湾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当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整个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我能感觉到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空气仿佛凝固了。有人倒吸一口冷气，有人交头接耳，还有人皱起眉头，显然对我的言论感到不满。我叫汉娜·施密特，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亚洲社会文化的学者，我已经习惯了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一次，我知道自己的开场白太过震撼，请允许我解释。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这并非贬义。相反，我要讲述的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可怕。台下的议论声渐渐平息，人们带着疑惑的表情等待我的解释。我看到前排坐着几位亚洲面孔的代表，他们的眼神中透着好奇和一丝警惕。在我们谈论国家实力时，常常关注 GDP、军事力量或政治影响力。但在过去3年的研究中，我发现台湾的强大来自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它的集体精神和文化韧性。这种力量不是通过武力或经济胁迫获得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会场的气氛开始缓和，我注意到一些人开始认真记笔记。但我知道，仅凭这些抽象的描述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我的观点。我需要讲述我的亲身经历，那些改变了我对强大理解的事实。我的台湾之旅始于5年前，当时我在联合国工作。我调整了一下话筒的位置。那时的我对台湾的了解仅限于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献，直到我遇见了黄贞贤和吴雅婷。黄贞贤和吴雅婷是我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台湾同事。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他们通过个人专业能力进入了这个国际组织。初次见面时，我对他们的印象并不特别。黄贞贤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说话轻声细语，总是面带微笑。吴雅婷则是个活泼开朗的年轻女性，英文流利，工作效率极高。在纽约总部熙熙攘攘的环境中，他们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然而，随着共事时间的增长，我开始注意到他们身上的一些特质。在一次针对非洲难民危机的紧急会议上，各国代表为争取资源和话语权而争论不休。黄贞贤作为协调员，并没有提高嗓门或打断别人，而是耐心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
然后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总结各方观点，找出共同点。我们都希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吗？他平静地说，眼神真诚地扫过会议桌。也许我们可以先确定最紧急的需求，然后再讨论具体的实施方案。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竟然让剑拔弩张的会议氛围缓和下来。各国代表开始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互相指责。我坐在角落里，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心想，这个来自台湾的男人是如何在不抬高声音的情况下，让所有人都愿意倾听的。吴雅婷则在另一个层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我们共同负责一个关于东南亚教育援助的项目。当项目取得成功时，主管特意在全体会议上表扬了汉娜团队的出色工作。而事实上，吴雅婷才是那个熬夜完成报告、协调各方资源的人。会后，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她说，雅婷，你应该站出来说明情况，那些功劳本该是你的。她笑了笑，眼睛弯成了月牙形。汉娜，项目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再说，这是团队合作，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部分。我被他的无私震惊了。在充满竞争的国际组织中，大多数人都在争取表现自己，争取晋升和认可。而吴雅婷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些。在台湾，我们有句话叫做好事不留名，她解释道，最好的善行是不求回报的。就是这样的小事，一点一滴地激发了我对台湾的好奇心。我开始思考，是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培养出了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从何而来？带着这些疑问，我决定亲自前往台湾寻找答案。我的台湾之行始于一个阳光明媚的4月天。当飞机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我计划在台湾停留3个月，走访不同的城市和乡村，深入了解这个岛屿的文化与社会现象。走出机场，温暖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拖着行李，有些茫然地站在出口处，试图找到前往台北的大巴站。正当我低头查看地图时，一位穿着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走了过来。需要帮忙吗？他用流利的英语问道，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我想去台北市中心，但不太清楚怎么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您可以搭乘机场捷运，很方便的。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指示牌，跟我来，我带您去购票。我跟着他走向售票处，心里暗自惊讶于他的热心。在柏林，很少有陌生人会主动帮助迷路的游客，更不用说亲自带路了。您是第一次来台湾吗？他一边走一边问。是的，我是来做研究的。那太好了，希望您在台湾能有愉快的经历。他的笑容真诚而温暖，让我这个初到异国的旅人感到一丝安心。到了售票机前，他耐心地教我如何购买车票和使用悠游卡，甚至还帮我查询了台北市区的住宿位置，告诉我该在哪一站下车。临别时，他递给我一张写有他联系方式的纸条，如果您在台湾遇到任何困难，随时可以联系我。我有些惊讶地接过纸条，心想，他甚至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这样帮助一个陌生人？这只是我在台湾遇到的第一个善意的陌生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个。接下来的日子里，类似的经历不断发生，逐渐改变了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我在台湾的第一站是员林北港，一个保存了传统建筑和手工艺的小镇。漫步在狭窄的老街上，我被一家漆器工坊吸引。店门大开，里面摆满了精美的漆器作品，却不见店主的身影。我好奇地走进店内，欣赏着那些栩栩如生的漆器。一个小木牌上写着价格，旁边放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些钞票和硬币。没有收银员，没有监控摄像头，只有一个简单的纸条，请自行投币，谢谢。我站在那里，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在柏林，即使是最小的商店也会安装防盗设备和监控系统，而这里店主完全相信顾客的诚信。正当我思考时，一位老人从后院走了进来，看到我后微笑着点点头。您好，我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您不担心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吗？老人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担心什么？相信大家的吗？他的回答如此简单，却让我陷入了沉思。这种对陌生人的信任，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如此珍贵而罕见。30年了，老人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有时候游客没带够现金，第二天还会特意回来补上。我惊讶地看着他，真的吗？从来没有例外。偶尔会有小孩子拿了小玩意忘记付钱，但他们的父母总会带他们回来道歉。老人的语气中没有一丝怀疑或担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离开漆器工坊时，我买了一个小漆盒，认真地将钱放进竹筒，心中涌起一种被信任的责任感。这种信任不是天真的，而是建立在社区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几天后，我在合欢山遇到了另一个令我感动的场景。清晨5点，我和一群游客一起爬山，准备观看日出。山路陡峭，天气寒冷，许多人都气喘吁吁。就在半山腰，我们遇到了一位年约70的老婆婆，她支起一个简易的摊位，上面放着几个保温壶。热茶，热茶，她用中文招呼着，免费的，喝了再走。游客们纷纷停下脚步，感激地接过他递来的纸杯。我也接过一杯，热气腾腾的姜茶温暖了我的手心和胃部。谢谢，我用中文说道，想要给他一些钱。多少钱？老婆婆摇摇头，坚决地推开我的手。不用钱，天冷，喝了暖身体。一位会说英语的台湾游客在旁边解释，他每天早上都来这里，给爬山的人送热茶。已经坚持了10多年了，为什么？我不解地问。他得不到任何回报啊。那位游客笑了。这就是台湾，我们相信付出不一定要有回报。他只是觉得山上寒冷，想让大家暖和一点。我看着老婆婆布满皱纹却洋溢着慈爱的脸庞，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无条件的善良。这不是为了获得赞誉或回报，而是发自内心的关怀，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行为。我在台湾的旅程继续向南，来到了台南市。这座古城现代而繁忙，古迹与现代建筑并存，展现出台湾社会的多元面貌。一天下午，我在台南市中心偶然发现了一家名为无声世界的咖啡馆。从外观看，它与其他咖啡馆并无二致，但门口的一块小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本店由听障人士经营，请以手语、笔谈或点单卡交流。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出于好奇，我推门而入。店内装潢温馨雅致，几位顾客正安静地享用咖啡和点心。一位年轻女服务员微笑着向我走来，递给我一本菜单和一张特制的点单卡。卡片上印有各种饮品和食物的图片，顾客可以直接指认或甄选。我有些笨拙地指着菜单上的拿铁和一块蛋糕，服务员点点头，用手势示意我可以选择座位。我选了靠窗的位置，观察着店内的情况。让我惊讶的是，这家咖啡馆的顾客络绎不绝，而且大多数似乎是常客。他们中有上班族、学生、老人，甚至还有一群年轻妈妈带着孩子。更令我惊讶的是，许多顾客似乎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手语，能够直接与服务员交流。我已经来这里1年多了，每周至少一次。坐在我旁桌的一位女士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她注意到了我的外国面孔。一开始是因为他们的咖啡真的很棒，后来是因为这里的氛围让人感到平静和舒适。你会手语吗？我好奇地问。一开始不会，但现在已经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她笑着说，比如谢谢、请、这个很好吃之类的。其实很简单，而且服务员们总是很耐心。
我的咖啡和蛋糕很快送到。送餐的是另一位年轻男服务员，他微笑着放下托盘，然后用手语做了个动作。他说：“请享用。”旁桌的女士解释道。我笨拙地模仿了一个谢谢的手势，服务员的笑容更灿烂了，给了我一个赞许的手势。喝着咖啡，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家咖啡馆里，听障服务员和能听顾客之间的交流非常自然流畅，没有尴尬或不耐烦。当一位老先生不知道如何用手语表达他想要添加糖时，服务员耐心地拿出纸笔，让他写下来。当一个小孩子好奇地盯着服务员看时，他的母亲没有制止他，而是简单地解释了听障的概念，然后鼓励孩子用手势和表情与服务员交流。这种自然而然的互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平等，不是出于同情的特殊照顾，也不是刻意的回避，而是将差异视为正常，并找到适合双方的交流方式。后来，我有机会采访了这家咖啡馆的创始人，一位听力正常的台湾女士。她告诉我，创办这家咖啡馆的初衷并不是慈善，而是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听障者能够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的服务员都接受了专业的咖啡师培训，他们的咖啡技术不比任何人差。她自豪地说，我们不希望顾客因为同情而来，而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令我惊讶的是，这家咖啡馆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还成为了台南市的一个小小景点。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许多人对听障者的看法。以前，人们可能认为听障者只能从事简单的工作，或者需要特殊的保护，创始人解释道。但现在，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服务员能够熟练地制作复杂的咖啡，高效地服务顾客，他们的观念就会改变。离开咖啡馆时，我向服务员做了一个谢谢的手势，他们集体回应了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平等不是抹杀差异，而是尊重差异；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创造平等参与的机会；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平等的尊重和欣赏。在台湾，这种平等似乎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成为人们自然而然的行为方式。这或许正是台湾社会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它不需要通过宏大的口号或政策来强调平等，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践行着这一理念。我的旅程继续向东，来到了花莲县。这里的山林与海洋交相辉映，原住民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存。在一个偏远的阿美族部落，我有幸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阿美族的传统歌舞表演。表演在部落的广场上举行，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只有一群穿着传统服饰的阿美族人站成一个圆圈。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孩子。当他们开始唱第一个音符时，我的心跳似乎停止了一瞬。那声音如此纯净，如此和谐，仿佛直接来自大自然的呼唤。8个不同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神奇的和声，既古老又超越时空。更让我惊讶的是，没有指挥，没有乐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唱什么音符。他们彼此倾听，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表演结束后，我向一位部落长老请教这种音乐的奥秘。这种和音是我们祖先留下的礼物，长老用缓慢而坚定的语调解释道，它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不解地问。是的，长老点点头，在阿美族，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但只有当这些声音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美。这就像我们的社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但我们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形成一个整体。我注意到表演中有几个小孩子，他们虽然年纪小，但唱得非常认真。孩子们是怎么学会这么复杂的音乐的？我问道。通过倾听，长老微笑着说，
在阿美族，我们教导孩子首先要学会倾听，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倾听长辈的教诲，倾听彼此的心声。只有学会倾听，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急于表达自己，却忘记了倾听的重要性。而在这个小小的部落里，人们通过音乐传承着一种深刻的智慧，倾听与和谐的艺术。第二天，我有幸参观了部落的小学。在音乐课上，老师并没有用西方的五线谱教学，而是让孩子们围成一圈，闭上眼睛，专注地听长辈演唱。然后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加入，慢慢找到自己的声部。我们不是在教他们唱歌，音乐老师告诉我，我们是在教他们如何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在阿美族，音乐不是表演，而是交流；不是竞争，而是合作。看着这些孩子专注的表情，我想起了都市里那些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年轻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太多的声音要表达，却越来越不善于倾听。而这个小小的部落，却通过古老的音乐传统，保存了一种珍贵的能力，真正的倾听。离开花莲后，我前往台湾北部的宜兰县，这里群山环绕，茶园与果园点缀其间，是台湾农业的重要区域之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拜访了一个小小的生态农场。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农场的主人不是传统印象中的老农民，而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大多是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农场的负责人叫阿明，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这个农场是由10几个年轻人共同创办的合作社，他们都放弃了城市的高薪工作，选择回到乡村从事有机农业。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们可以在台北或台南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啊？阿明带我走进茶园，轻轻抚摸着嫩绿的茶叶。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的祖先，现在轮到我们来照顾它了。他解释说，近年来台湾的农村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许多农田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同时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也导致了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阿明认真地说，土地是借给我们的，我们要完好的把它传给下一代。在农场的简易餐厅里，我品尝了他们自产的有机蔬菜和茶叶，食物的味道朴实而鲜美，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吃到的家常菜。我们不仅仅是在种植农作物，另一位年轻农民小齐告诉我，我们是在实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小齐曾是一名软件工程师，月薪超过10万台币，但3年前他决定辞职回乡，加入这个生态农场。刚开始家人都反对，他笑着说，他们觉得我疯了，放弃那么好的工作去种田。但现在他们看到我每天都很快乐，也慢慢理解了我的选择。这些年轻人不仅自己务农，还定期举办工作坊，教导城市居民和学生有机耕作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人对土地和环境的关注。台湾是个小岛，资源有限，阿明说，如果我们不保护好自己的土地和水源，将来会面临更大的危机。离开农场时，阿明送给我一包他们自制的有机茶叶，包装很简单，只是一个牛皮纸袋，上面手写着茶叶的名称和采摘日期。但就是这样简单的礼物，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年轻人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或成功，而是为了守护他们深爱的土地。他们的行动让我想起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话，人是自己选择的总和。这些台湾年轻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展现了对社会和未来的责任感。我在台湾的旅程接近尾声时，经历了一次令人震撼的事件，太鲁阁号列车事故的后续救援。那天，我正在花莲采访当地的文化工作者，
突然，我的手机和周围所有人的手机几乎同时响起了紧急警报声，人们迅速查看手机，脸上的表情从疑惑转为震惊。太鲁阁号出事了，在清水隧道。我的采访对象语气凝重地说，可能有很多伤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亲眼目睹了台湾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反应。没有人等待官方指令，人们自发地行动起来。花莲的医院门口，不到1小时就排起了长长的鲜血队伍。路上，私家车主主动为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提供免费接送。社交媒体上，人们自发组织信息传递，避免谣言传播，同时协调各种救援需求。我跟随一位当地记者前往事故附近，在距离隧道不远的地方，已经设立了临时救援站。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秩序井然，医护人员、消防员和警察各司其职，志愿者们则负责后勤工作，为救援人员提供食物和饮水。你看那边，记者指着一群穿着便装的人，那些是附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不是当班，但听到消息后立刻赶来了。我注意到一位年长的医生正在为伤者检查。记者告诉我，他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外科医生。事故发生后，他主动联系医院，请求参与救援。在台湾，这种情况很常见。记者解释道，每当发生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如何帮助他人，而不是等待别人来解决问题。最令我感动的是隧道口附近的一幕。由于隧道狭窄，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救援人员需要徒手将伤者从隧道深处转移出来。于是，当地居民和路过的民众自发组成了一条人力传递链，将救援物资传递进隧道，再将伤者小心地传递出来。这条人链中有老人、年轻人、学生、上班族，他们可能素不相识，但在这一刻，他们默契地配合着，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怨。我们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出一份力。一位参与人链的大学生对我说，他的手因长时间传递重物而发红，但眼神坚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夜幕降临，救援仍在继续。花莲市区的餐馆老板们自发为救援人员准备了热食，送到现场。酒店为受困的乘客家属提供免费住宿，心理咨询师志愿提供心理疏导服务。这就是台湾。记者对我说，我们可能在平时有各种分歧和争论，但在危难时刻，我们总能放下分歧，团结一心。顿了一顿，他看着我，眼神坚定。风雨过后，我们擦干眼泪，重新开始。没有什么能打倒我们。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台湾社会的韧性和组织能力。在危机面前，人们不是陷入恐慌，而是冷静应对；不是等待指令，而是主动行动；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互协作。这种自发而有序的公民参与，或许正是台湾能够一次次从灾难中恢复的关键所在。在台湾的最后几天，我参观了几个特别的地方，基隆的渔业文化博物馆和嘉义的森林保育纪念园区。这些地方并不在常规的旅游路线上，但它们让我看到了台湾社会对历史的态度。渔业文化博物馆位于曾经的渔港区，保存了完整的传统渔具和渔民生活环境。参观时，我们的导游是一位70多岁的老渔民，他带着我们走进狭窄的渔船舱室，讲述那些艰苦的海上生活和危险的风浪。我16岁就开始出海，老渔民说，声音因年龄而有些颤抖，但眼神依然清亮。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导航设备，每次出海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港。他指着墙上的照片，那是一次重大海难后的救援场景。1984年的那次风暴，我失去了3个好朋友。我注意到博物馆里详细记录了每一次重大海难的时间、原因和伤亡人数，没有任何美化或掩饰。更让我感动的是，每位遇难渔民的名字和照片都被郑重地展示出来。
让他们的故事和牺牲不被遗忘。为什么要保留这些痛苦的记忆？我问导游。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他简单的回答。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教训，历史就会重演。而且这些渔民用生命换来了台湾的海洋发展，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在嘉义，我拜访了一座建在深山中的森林保育纪念园区，纪念1997年一次森林火灾中遇难的7名护林员。纪念碑很简单，只是一块石碑和7棵象征遇难者的小树。但让我惊讶的是，20多年过去了，这个偏远的地方依然有人定期前来打扫和献花。当天我遇到了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清理纪念碑周围的杂草。你认识那些遇难的护林员吗？我好奇地问。不认识，他摇摇头。我是附近村子的居民。这些年轻人遇难时，我们村的人参与了灭火。虽然最终没能救回他们，但我们觉得有责任照顾好这个地方。20多年了，你还在坚持。是啊，他平静地说，这些孩子永远留在了这座山上，我们就是他们在世间的家人。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纪念让我深受触动。在台湾，人们不回避痛苦的过去，不掩盖历史的伤痕，而是坦然面对，从中汲取教训，并向那些逝去的生命致以永恒的敬意。这种态度与我在其他一些国家看到的截然不同。在那些地方，不光彩的历史常常被粉饰或删改，痛苦的记忆被选择性的遗忘，而台湾人选择记住每一次灾难，每一个牺牲，每一段痛苦。这种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视生命，防止悲剧重演。回到德国后，我开始整理在台湾收集的资料和笔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台湾的强大并不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实力、军事力量、经济规模或政治影响力。台湾的力量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无比珍贵的品质：信任与互助，真诚与善良，尊重与包容，责任与担当。这些品质不是通过宏大的口号或政治宣传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日常互动中自然形成的。我想起了在台湾的最后一天，我的台湾朋友黄娟贤对我说的话：汉娜，你知道台湾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吗？不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不是我们的自然风光，而是我们的人民。在这个小岛上，每个人都是一盏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能照亮彼此的路。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但现在经过3个月的亲身体验，我终于明白了。台湾的强大在于他的人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非凡的品质，面对困难时的冷静与坚韧，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善意，对弱势群体的尊重与包容，对土地和历史的责任与敬意。这种力量不是建立在征服和控制之上的，而是源于相互理解和共同成长。它不需要通过武力或经济胁迫来证明自己，而是在每一次危机和挑战中自然展现。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和社会精神，让台湾能够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保持韧性和活力。无论是自然灾害、国际压力还是内部变革，台湾社会总能找到一种平衡和共识，继续前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台湾是最可怕的国家，因为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大，而是来自内在的坚韧。不是通过征服他人，而是通过完善自己。不是依靠恐惧和威胁，而是基于尊重和理解。这种力量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持久和深远。回到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上的演讲，当我讲述完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后，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掌声如雷鸣般响起。台湾并非仅仅是一个小岛，我在演讲的结尾说道，它是一个应对风暴且从不张扬的文明典范。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台湾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共同责任和持续自省的社会模式。
演讲结束后，许多与会者前来与我交流。一位来自肯尼亚的代表告诉我，他被台湾农村年轻人的故事深深打动，希望能将类似的合作模式引入他的国家。一位法国学者则对台湾的灾难应对系统表示赞赏，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值得研究和借鉴。最让我惊讶的是，几位非洲国家的代表对阿美族的传统歌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我们部落的传统有相似之处。一位来自马拉维的文化部官员说，我们也相信音乐是连接社区的纽带。我的演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国家实力新定义的讨论。许多人开始思考，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强大时，除了 GDP 和军事力量，是否还应该考虑社会凝聚力、文化韧性和集体智慧等因素。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台湾文化部的邀请，希望我能回到台湾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交流。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因为我知道关于台湾，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和分享。在我看来，最强大的国家不是拥有最强军事力量的国家，不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甚至不是政治影响力最广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是那个在黑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和彼此，且为未来付出努力的国家。台湾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没有庞大的军队，没有广阔的领土，甚至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式身份都备受争议，但它拥有一种更为珍贵的力量，一种源自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体贴、互助与自省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需要通过征服或胁迫来证明自己，而是在每一次危机和挑战中自然展现。它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是源于相互理解和共同成长。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一直在研究不同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文化特质，但台湾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强大。听完汉娜教授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触？欢迎给我留言，一起分享给热爱台湾的观众。最后，别忘了订阅和点赞哦！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吧。